反差感拉满，王一博赛车服配小马尾太绝了。谁能想到2026年4月的 China GT 上海站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让原本小众的赛车圈彻底沸腾，成为全网狂欢的盛宴。85号车手王一博用一场兼具专业实力与极致反差的赛场表现，狠狠刷屏了所有社交平台。而他离开后的后续赛事更是冷清的让人唏嘘。这波强烈反差直接坐实了他的赛车圈顶流天花板的地位。上海镇的赛道上，引擎轰鸣震耳欲聋，王一博驾驶着那辆标志性的丛林迷彩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赛车一出场就自带高光，谁也不敢再用明星玩票的偏见看待他。排位赛直接跑出2分钟03秒357的圈速，相比2025年直接提升近1秒，全场第24名 AM 组第10名的成绩，每一分都是硬实力的证明。正赛里更绝，从第25位发车，全程稳如磐石，凭借精准操控连续超车，一路冲到第19位，最终拿下 AM 组第4名的好成绩。要知道，赛车座舱的温度能飙升至50度摄氏以上，普通人待几分钟都难以忍受。王一博却能连续完成22圈耐力训练，还反复打磨雨天抓地力细节，被车队盛赞守住节奏，分段数据全线优化。这份在极限环境下的专业耐力，彻底打破了外界对跨界艺人的质疑，活成了职业车手的模样。当你从赛场上走下来，整个人的状态会自然地放松下来。刚刚还在专注比赛、神情坚定的你，一转身就变得轻松很多，说话也更随意，笑容也更自然。这种变化不是刻意的，而是你真实的一面。你在不同场合展现出不同的状态，让人看到你不仅有认真专注的一面，也有温和亲切的一面。很多人之所以被你吸引，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反差。你在赛场上的冷静和专注，让人觉得可靠；而在赛场之外，你又愿意放下紧绷的状态，用更轻松的方式和大家相处。这种自然的切换，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距离感，也更容易产生好感。其实你并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形象，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面对不同的环境。该认真时认真，该放松时放松。正是这种不勉强、不做作的状态，让人舒服，也更愿意关注你。时间久了，大家看到的不是只是某一个瞬间的你，而是一个更完整的、更立体的人。这种反差并没有削弱你的专业形象，反而让更多人理解你、支持你。你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别人慢慢认识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很稳的积累。高高扎起的小马尾，蓬松卷发配硬核赛车服，凶猛气质拉满，随便一个造型都能引发全网二创热潮。摘头盔后毫无顾忌的灿烂笑容，躲在柱子后探头张望的小调皮，还有官方 vlog 里专注和工程师讨论策略，蹦蹦跳跳进屁房，抱着玩偶发呆的模样。每一个随地大小笑的名场面都被粉丝截成表情包疯狂传播，可萌可酷的85号宝宝成了他最贴切的标签。这场上海站堪称王一博一己之力带火的赛车盛宴，5万张金票提前45天就被抢购一空，创下 China GT 10年金票100%售罄的记录。原本女性观众仅占12%的赛场，直接飙升至90%，满眼都是绿色应援海，氛围感直接拉满。红牛、Undefeated 等7家国际品牌纷纷追加赞助，他的85号迷彩赛车竹叶青蛇头漂一夜之间成为赛车圈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符号。更重要的是，他用真实爱打破了明星玩票的成见，带动青少年卡丁车咨询量暴涨37%，连上海市文旅局都将他评为上海城市体育名片。
可谁也没想到，上海站的高光后，后续赛事直接迎来断崖式冷清。没有了王一博的赛道，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热度。门票销售冷绿，现场观众寥寥无几，曾经刷屏全网的赛车话题热度直接跌至谷底，社标媒体上的讨论量、二创内容更是大幅缩水。没有了绿色应援海，没有了全民热议的名场面，没有了顶流带来的破圈药引，后续赛事彻底回归小众赛道的常态，和上海站的盛况形成了天差地别。王一博他用实力撕下偏见标签，用鲜活少年感打破次元壁，让更多人看见赛车运动的魅力。当你一步步走到今天，你其实早就明白，很多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有人会先入为主的给你贴上标签，也有人会用过去的印象来定义你。但你没有急着业解，你选择用行动去回应。你把时间花在训练上，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一圈一圈去跑，一次一次去尝试，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别人重新认识你。你身上的那种少年感，其实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来自你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热爱。你在赛场上的专注和投入，会让人很自然地被吸引。很多人原本不了解赛车，也不会主动去关注，但当他们看到你认真对待每一次比赛的样子，就开始产生兴趣，慢慢愿意去了解这项运动。你也在不知不觉中搭起了一座桥，原本属于不同圈子的东西，因为你的参与开始有了交集，更多人通过你走进赛车，看到它不只是速度，还有技术、耐心和坚持。你让这项运动变得不那么遥远，也让它多了一点温度。当别人回头看，就会发现你并没有刻意去改变什么，而是一直在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正是这种踏实和专注，让那些原本的偏见慢慢被放下，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你。这波强烈反差恰恰印证了王一博的独特影响力，他从不是蹭热度的跨界者，而是能为小众赛道注入顶级流量、重卸扩温认知的领导者。从顶流偶像到职业赛车手，他用实力撕下偏见标签，用小年感打破次元壁，让更多人看见赛车运动的魅力。王一博如今85号车手的上海站高光已成经典，后续赛事的冷清更显他的不可替代。当你再回头看那场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一次发挥出色的瞬间，而是一种状态的集中体现。你在赛场上的节奏、判断和执行都在那一刻刚刚好的结合在一起，让人一眼就能记住。这种高光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你长期投入和训练之后自然呈现出来的结果。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对比，才让人在你不在场的时候更明显地感觉到差距。后续的比赛看起来平稳，但少了一点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不是别人做得不好，而是你曾经带来的那种节奏和气场很难被复制。你在场的时候，比赛是有张力的，是会被人反复提起的。你其实不用刻意去证明什么，这种不可替代是观众一点一点感受到的。你认真对待每一次上场的机会，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时间久了，别人自然就会记住你带来的不同。哪怕你暂时不在赛道上，那段属于你的表现也已经成为大家心里一个清晰的参考。所以你可以更从容地去看这些变化。那场高光已经说明了你的能力，而之后的对比也让更多人明白你存在的意义。你只需要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下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剩下的自然就会被看见。期待未来王一博能继续驰骋赛道，带着这份极致热爱和专业实力，不断刷新纪录，再次掀起属于他的赛车风暴，续写速度与激情的传奇。年度积分清零警告：王一博宁波站绝地反击还是战略弃赛？5月的宁波国际赛道，空气里已经能闻到轮胎摩擦的焦糊味。倒计时指向2月22日，全长4.01公里的沥青路面被初夏的阳光晒得发烫，22个弯道像蛇一样蜿蜒在最大24米的高度落差间，
围场里，工程师们抱着数据板来回穿梭，轮胎保温舔的热气混着燃油味，正撑起一股子即将爆发的紧张感。但探台那边安静得有点诡异。按理说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第2分站本该是车迷狂欢的周末，可官方售票渠道迟迟没动静，粉丝群里问疯了，就等来一句内部风声：别等了。这动静跟上海站的5万张门票秒没的盛况比起来，简直冰火两重天。最高将近6000块的包厢票，连个响都没听见就售罄的场面，仿佛还在昨天。可现在宁波这边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车队惊着呢，他们比谁都清楚，车赛这项运动最冷酷的地方就在于他根本不在乎你场外有多少人尖叫，只认规则和计分。年度计分体系像一把达莫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车队的头顶。China GT 2026赛季设置了全年5站比赛：上海、宁波、珠海、上海、马来西亚、雪邦。赛会的规矩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少跑一场，你前头拿的积分全得打水漂，全年的努力直接清零。这笔账 Uno Racing 车队算盘打得震天响。门票难产背后的逻辑是商业账和竞技账的对冲。网络上的公开信息还在显示赛事照常，5月22日至5月24日，宁波国际赛道 China GT 第2站。可票务渠道的沉默和内部传出的风声形成了诡异的矛盾。行业里的人都懂，车队在商业曝光与竞赛资源分配之间搞平衡不是新鲜事儿。但这次的风声透出了一个更冷酷的底线，他们是真拿这当正经比赛在跑，是在死抠年度规则的字眼儿。宁波国际赛道这把双刃剑，在车队工程师眼里从来就不是个轻松的地方。4.01公里长度，22个弯道，24米的最大高度落差，三面寒山的地理风貌让气流变得诡异。多起伏的地形对车效调教是极致挑战，弯道组合和坡度变化更是对车手技术稳定性和体能分配的残酷考验。翻翻这条赛道的历史数据，事故率和超车点的禀布都在说明同一个事实，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修罗场。王一博对这条赛道不陌生，2025年3月的那场雨战，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暴雨如注，宁波赛道的积水严重到被车迷戏称简直是在开船。练习赛里，85号奥迪 R8 GT3 EV2 赛车压到水坑失控，撞上护栏旋转多圈，车头损毁的画面让粉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中。但24小时后，这个被贴上流量偶像标签的27岁青年，硬是在暴雨中跑出了全场最快单圈，2分09秒089。他和搭档方俊宇驾驶那辆85号赛车，在湿滑路面上杀出围虫，以亚军成绩登上领奖台。那场雨战的战术细节，到现在还是车队复盘的重点。正赛后半程，王一博负责驾驶，面临经验丰富的对手罗开罗追击，凭借稳定防守和零失误发挥，守住亚军位置。暴雨中连续3圈，圈速误差不超过 0.3 秒，这种稳定性装是装不出来的。这份主场优势和心理筹码，车队不可能不攥在手里。但光有主场优势还不够，对手和战术博弈才是真正的战场。积分榜上的明暗较量比场上的超车更凶险。China GT 设置了 GT3、GTC、GTC 3大组别，引入平衡机制，采用55分钟加1圈的赛制。分站赛还设置了强制进账窗口规则。当前积分领先的车队有什么特点？驾驶习惯有什么弱点？ Uno Racing 车队的影大后台数据板上的推演已经做了无数遍。85号车组的战略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是2条路。保守方案以完赛拿积分为核心，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危险，确保年度排名稳定。这种方案里，每一个弯道的刹车点都要往后挪上几米，每一次超车的念头都要反复掂量。这种跑法憋屈，但是安全。
激进方案，瞄准脸江台甚至冠军，利用宁波赛道多起伏、多弯道的特性实施超车。但这种方案意味着要把车推到极限，每一次过弯都在刀刃上跳舞。好处是可能拿到更多积分，坏处是一旦失控，退赛的风险谁也承担不起。车队之间的信息战，风声放出来的战术意图，到底是烟雾弹还是真实的战略调整？从上海站的表现来看，王一博显然不是个安分的主。起步排在第24位，前面一堆车扬起的尾流和灰尘能把人视线挡得死死的，可他没打算稳稳当当跟在后头跑完。28分钟超了6辆车，正赛第2回合全场第15名， GT3 组别第4名，圈速定格在2分03秒171，比预期快了将近1秒钟。在车载场上，快1秒是什么概念？那是无数个弯道里拿命贴着路尖蹭出来的，是晚刹车0.几秒硬挤出来的。电视转播镜头骗不了人，起步紧贴前车，过弯车身都晃了，硬是死死咬住地没飘出去。这种敢跟人拼刀子的劲儿，装是装不出来的。年度积分规则才是车队可能死抠长远利益的根本原因。China GT 积分分配规则，全年赛事密度对车队资源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赛制解析到下来，车队面临的是一道残酷选择题：短期票房损失和长期赞助商回报，或者长期冠军荣耀的商业价值。这笔商业账和竞技账 ，Uno Racing 车队比谁都算得清楚。从上海站的表现来看，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好不容易找回来了。赛前测试在 5.451 公里长的上海魔轨道上，顶着腾达50摄氏度的高温，他还是连续跑了22圈，速度不断提高，最终最快圈速达到2分02秒332，比预期快了2秒多。这种状态，车队绝不能在外界因素上栽跟头。赛场上什么鸟都有，旁边那些职业车手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大明星，遇到个防守凶的，直接关能挤你。85号车的车在上海站也被刮伤过，这种巡礼战阴得很，换个脾气暴的可能就急眼了，换个胆小的可能就浪了。但王一博没慌，教练在维修架打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再上场，这小子的战术反而更激进了。刚开始还保守着找节奏，中间阶段直接上去抢位置，长距离跑下来稳的一批。工程师在后台看着数据直点头，这心态绝对是被骂出来练出来了。下车的时候镜头怼前排，满脸的汗水混着油污，黑黑的，没有招牌式的微笑，眼神冷得吓人，低头直接找工程师对数据，声音压得很低，动作干脆利落。记者凑过去问他圈速提高了啥感觉，或者被撞了委不委屈，他倒好，没几句废话，就一句：有点不舒服，比赛难度大了些，但我还是会专心开车。或者干脆聊赛道热斗和超车安全，一点松风感的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宁波站的意义早就超越了一场单场胜负，车队最终可能采取的是一种微妙的平衡镜头策略，在确保积分的前提下争取最佳名次。这种策略最憋屈，也最考验车手的耐心和车队的智慧。你要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找到那个精确的平衡点，既不能太冒进导致退赛，又不能太保守丢了该拿的积分。赛事展望里，宁波站的结果对年度积分格局的潜在影响和速续赛事的连锁反应，才是车队真正关心的。如果车队真的如风声所说，在战略上有所调整，那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或博弈。真正懂行的老车迷看到这种消息，反而心里有底，这说明团队没飘，脑子还清醒。职业赛车中，战略和勇气同等重要。宁波站将是智慧和速度的双重考验。5月22日，当引擎的咆哮声再次撕裂宁波国际赛道的时候，看台上的声音会不会比上海还要响，现在谁都说不好。
但一点可以肯定，85号赛车里的那个小伙子没打算让任何人的期待落空。他把那些花里糊涂的东西全都扔在了维修架，自己戴上头盔，用命去拼那0点几秒。接下来的宁波站到底是一场无声的博弈，还是又一次赛道上的狂飙？你预测王一博在宁波站的最豪名次会是第几？感谢您了。王一博48小时连登3大热榜，全网应援语竟不是冲关，而是平安喜乐。兄弟们，我真的被这2天的热搜整破防了。谁能想到啊，内娱顶流王一博48小时内横扫时尚、主流、体育3大完全不搭边的热榜。全网最火的应援语居然不是哥哥冲压拿冠军，而是一句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王一博平安喜乐。这一波反差到底有多戳人？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2026年4月15号中午12点整，停刊整整1年半的智足 GQ 2026年4月刊终于正式开售了。而这一次复刊后的首封人物竟然是王一博。杂志限量仅5万册，结果你们猜猜多久卖完？37秒。仅仅37秒，5万册瞬间售罄，直接打破了智足 GQ 复刊以来的最快销售记录。这速度有多恐怖？相当于1秒钟就有超过1350人同时下单，很多粉丝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刷新页面，页面就已经显示已售罄。不仅如此，这次王一博还拿下了 GQ 创刊以来的第一个单人拉页3封面的超级待遇。整套 Chanel 2026春夏系列大片，从高空钢架上的清冷疏离，到迎风张臂的少年张力，每一帧都帅得让人挪不开眼。但最让人破防的还不是这些硬照，是拍摄花絮里的2个小细节。现场风特别大，道具被吹得东倒西歪，他二话不说就上去帮工作人员一起扶稳。拍摄全部结束后，他对着全场所有人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头都快贴到膝盖了。这波 GQ 复刊彻底把时尚圈、饭圈和路人全部炸了一遍。这次，王一博不仅担任了智足 GQ 2026年4月刊的副刊首封，更拿下了 GQ 创刊以来第一个单人拉页3封面的抽级待遇。正组大片由 Chanel 2026年春夏系列全程加持，从高级定制的西装外套到飘逸的衬衫与风衣，每一件单品都完美贴合他的气质。镜头里的王一博展现出了极强的画面张力，他站在高空钢架之上，眼神清冷疏离，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孤傲，仿佛与整个世界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下一秒，他迎风张开双臂，少年感瞬间爆棚，那股肆意张扬的生命力与阳光少年气质扑面而来。从冷峻到热烈，从克制到释放，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戏剧冲突，却又和谐统一。无论是光影的运用、姿势的掌控，还是眼神里的微小情绪，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张照片拿出来，都帅得让人挪不开眼，刷到根本停不下来。难怪限量5万册的杂志开售仅仅37秒就全部售罄，这波时尚封神真的太能打了。但最戳人的不是这些硬照，是拍摄花絮里的2个小细节。现场风特别大，道具被吹得东倒西歪，他二话不说就上去帮工作人员扶稳。拍摄全部结束后，他对着全场所有人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头都快贴到膝盖了。就在时尚圈还在为这波时尚封神登峰狂欢的时候，4月16号直接炸出2个更重磅的消息。第一个，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发公告了，把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主题推介影片。公告里明明白白肯定了这部片子，说它聚焦空军试飞员群体，展现了他们为守护蓝天、试飞尖端炸机不惜一切的热血信仰。王一博演的试飞员雷雨再一次得到了主流层面的高度认可。
同一天，第二个王炸直接炸裂全网。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官方发布了2026赛季大合影。王一博那辆标志性的85号赛车，霸气十足地稳居头排 C 位，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就凭这股强大的气场，一下子就锁定了全场的焦点。照片一出，瞬间引爆赛车迷和粉丝的热情。相关话题 #王一博85号赛车头排2项瞬间冲上热搜，评论区直接被85号冲压，期待王一博新赛季高光的喊话刷屏，热度堪比顶流演唱会。要知道，这张官方大合影可不是简单的宣传照，它代表着王一博在新赛季的正式归位。4月18日至19日，他将搭档马来西亚职业车手 Melvin Mo 毛俊豪，继续驾驶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战车，出战上海国际赛车场 China GT 上海站。更让人兴奋的是，85号赛车还换上了全新涂装，军绿色与黑色搭配，低调却极具攻击性，视觉冲击力辣满。季前测试中，王一博已经在50度C+ 的高温座舱里，心率飙到180加的极限状态下，跑出了2分02秒332的最快圈速，比个人此前纪录整整提升近1秒。从曾经被质疑明星玩票，到现在用硬核成绩和头排 C 位强势回应，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在赛道上从来不是流量过客，而是真正为热爱全力以赴的职业车手。这一刻，赛道仿佛都因为85号而沸腾了。说到赛车，我必须得提一嘴之前的事。之前多少人骂他啊，指着鼻子说他就是去赛车圈蹭热度，说什么明星玩票而已，根本不专业。还有人阴阳怪气，说他去赛车就是为了拍几张帅照圈钱。结果呢，人家直接用最硬的数据打脸。当结束的季前测试里，王一博跑出了2分02秒332的最快圈速，比他自己之前的个人纪录整整提升近1秒。那些跳得最欢的黑子瞬间集体闭麦，连之前骂得最凶的评论都偷偷删了。但最让我意外的还不是这些成绩，是这次3大事件发酵的全过程。各大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没有被夸张的控评和彩虹屁淹没，反而清一色全是王一博平安喜乐，赛道平安，健康快乐就好。这大概就是我们喜欢他的最纯粹原因吧。如果你也被这波平安喜乐应援感动到，请立刻点赞支持王一博，也支持这份真诚，转发视频，让更多人看到这份温暖。最重要的是，订阅频道加打开小铃铛。我黎春将会继续带来王一博更多真实动态、热搜解读和赛道史故事，一起见证他的每一步。感谢你看到这里，愿王一博平安喜乐，也愿你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在评论区见，下期不见不散。感谢您关。你知道吗？2026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上海站刚刚燃情落幕。王一博驾驶85号赛车出战 G73 组别，与队友毛俊豪并肩作战，代表 UNO Racing Team 征战赛道，全程零失误，圈速不断突破，展现硬核实力。本次赛事57辆赛车，108位车手同场激战，超4.5万张门票，提前45天全部售罄，创下 China GT 创办10年来的新纪录。红牛作为首席能量官，全力支持王一博。从季前测试到赛道飞驰，他将个人最快圈速提升近2秒，用实际成绩诠释着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事情。从演艺圈跨界赛车，王一博不只带来流量，更点燃了中国赛车运动的热情。这场赛事不仅激活上海文商旅体融合，还见证中泰文化交流的生动瞬间。
究竟王一博在赛道上有哪些硬核表现？红牛能量如何助力他突破极限？ China GT 又如何从专业赛事走向全民狂欢？别走开，接下来带你直击现场，一起感受这股中国速度的澎湃能量。据新闻消息，2026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TRAMS 上海站4月17至19日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王一博驾驶85号赛车出战 G73 组别，顺利完赛。本站57辆赛车，108位车手出战，超4.5万张门票提前45天售罄。天丝集团红牛品牌携手王一博燃情2026 China GT， 以赛道激情激荡城市消费新活力。2026年4月18日至19日，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上海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燃情开赛。天丝集团红牛品牌首席代言人85号车手王一博与队友毛俊豪并肩作战，代表 UNO Racing Team 驰骋赛道，以硬核实力和极致专注保持稳健节奏，全程零失误，实现圈速不断突破，生动诠释了红牛品牌的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精神。本次赛事中，天丝集团红牛品牌以首席能量官的身份深度参与，将品牌能量基因与赛道上的速度激情融合为一，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创造多元能量体验，更以实际行动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助力消费提质升级。85号车手的硬核答卷。硬核表现并非一蹴就成，为了备战上海站，王一博在近3个月内进行了充分准备。从3月底的季前测试到4月初的连续试车，他持续打磨驾驶技术，强化体能状态。天丝集团红牛品牌作为首席能量官，为其提供全方位的能量支持，助力他在极限环境稳定发挥。在季前测试中，王一博跑出2分02秒332的个人单圈最快成绩，较原2025成绩提升了近2秒。对于追求1%秒的赛车运动而言，这是显著的飞跃。从跨界起步到职业赛场，王一博那份对速度的极致追求，化作一个个不断缩短的圈速数字。每一次测试，每一圈飞驰，都是他与团队对车辆调教和驾驶极限的不断探索。赛车运动是对人类的身体、意志和技术极限的极致挑战。王一博在不断缩短的圈速数字中超越过气的自己，用成绩书写了一段破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够坚定、真硬核的无畏态度。赛场之外，红牛把硬核精神正在传递给更多奋斗者，激励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释放潜能，坚定向前。值得关注的是，2026 China GT 不仅在国内实现了从小众圈层到大众议题的破圈，更首度增设马来西亚血邦积分站，实现了中国赛车世事的出海零突破。天丝集团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赛车产业发展，推动中国赛车文化实现声量延续。从支持车手到赋能整个赛事形态，红牛正把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品牌精神注入中国赛车运动的每一寸土壤。赛道是检验性能与技术的终极试金石，无论是钢铁打造的赛车，还是车手的驾驭技能，飞驰的圈速和冠军的奖杯永远是最有力的回答。2026 China GT 上海站赛场上，引擎的轰鸣声将中国速度写下了新的注脚。而在赛场之外，另一个关于速度的故事正在书写。王一博的参赛为 China GT 吸引了来自各方的关注。上海站门票提前45天开启预售，2日总销量近5万张，创下 China GT 创办10年来的售票纪录。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车迷汇聚上海国际赛车场，全球粉丝跨国观赛，让这一专业赛事破圈成为全民关注的体育 IP。一张小小的赛事票根不再是一张简单的入场凭证，而是串联整座城市消费场景的超级链接。
从 F1 中国大奖赛到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体育赛事正深刻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天丝集团红牛品牌在赛事期间积极联动商圈与文旅场景，通过赛事现场红牛能量站的丰富互动体验，让游客化身虚拟赛车手，亲身感受极限过弯的赛道激情，并随时享受红牛饮料带来的澎湃能量，将观赛热度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活力，以实际行动助力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让红牛能量从赛道延伸至城市每一个角落。4月18日赛事当天，天丝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总监曾申红与泰国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梁思好 Girawat Leongcham 共同出席活动，见证红牛能量与赛道激情的深度交融。泰国国家旅游局亚洲及南太平洋国际市场副局长帕塔拉阿农纳钦买表示，国际体育赛事在促进中泰两国的旅游、经济和文化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两国之间的往来更加活跃。泰国国家旅游局正与合作伙伴一同努力，拓展航空性网络，推动联合推广活动，并支持往返至主要些新兴目的地的包机服务。泰国同时着力推动双向旅游，尤其关注体育、生活方式及小众兴趣领域等亚文化群体中的优质游客，他们寻求更具深度的旅行体验。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国际体育赛事为平台和桥梁，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旅游合作与人文交流。天丝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总监曾申红表示，凭借在演艺、赛车等多元赛道的跨界突破，王一博已成为中国及东南亚广受欢迎的青年榜样。他无畏挑战、不断超越的奋斗精神，与红牛的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品牌基因高度共鸣。此次王一博以赛车手形式征战 China GT， 红牛作为首席能量官全力支持，不仅是品牌对青年拼搏精神的致敬，更是中泰文化交流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源自泰国、扎根中国的跨国企业，天丝集团始终是中泰友好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更愿做两国双向奔赴的坚定行者者和桥梁纽带，持续为深化中泰经贸人文交流与两国友谊贡献力量。当引擎的轰鸣声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上空回荡，当85号赛车在赛道上一圈圈突破极限，天丝集团红牛品牌以能量为驱动，将体育宣审、城市消费与中泰人文交流深度连结，书写了品牌与城市、个人奋斗与时代发展的共鸣篇章。中国速度正在不同的赛道上写下新的注脚。赛道上是车手超越自我的速度，城市中是消费变革的速度，品牌之路上则是天丝集团携红牛持续赋能中国消费者，激励更多人释放潜能，坚定向前。熄灭，换上赛车服的王一博，在生死时速的赛道上，他不是明星，而是真正的职业车手。很多人曾质疑，王一博参加 China GT 难道只是玩票？直到他跑出2分03秒的惊人成绩，力压众多专业高手，拿到组别的第4时，所有质疑声戛然而止。从街舞到摩托，再到汽车拉力，为什么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娱乐圈，他总能把每一次跨界都玩到封神？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执着狂魔的赛道人生，带你揭秘他为何能做到让所有人闭嘴惊叹。王一博无论跨界还是深耕都能成功封神，为何他能做到，而其他顶流却只能玩票？难道魅力就是他的秘密武器？王一博参加了一场赛车比赛，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了。他不是随便玩玩的那种明星，他是真的去认真比赛的人。
在上海举行的 China GT 比赛中，王一博开着赛车跑出了2分03秒357的成绩。这个时间听起来可能不太直观，但如果告诉你他在所有参赛选手中排在第24位，并且拿到了组别里的第4名，你就知道这成绩有多厉害了。和他一起比赛的都是谁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车手，这些人平时就是专门训练开车的，他们对赛道很熟悉，对自己的车子也很了解。而王一博虽然也训练了很久，但毕竟不像职业选手那样天天都在练车。能在这么多高手中取得这样的排名，说明他的实力确实很强。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他，觉得他只是一个艺人而已，怎么可能跟真正的赛车手比速度呢？但是比赛结果出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王一博是真的下了功夫。为了这次比赛，他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练习驾驶技术，还要学习关于车辆调教的知识。就连休息的时候，他也经常看一些专业书籍或者视频来提升自己。除了努力之外，王一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挑战自我。从街舞到摩托车越野赛，再到现在的汽车拉力赛，他几乎什么都尝试过。而且每次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他都不会浅尝之者，而是会深入的去研究、去实践。比如学滑板时，即使摔了很多次，他也坚持继续练习。刚开始接触攀岩的时候，因为体力不够，差点放弃，但他通过加强体能训练，克服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不断的积累与成长，才让王一博能够在不同领域都展现出不错的水平。在赛车这项运动上也是如此，他知道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方法以及大量的实战经验。所以除了日常的身体素质锻炼外，他还特别注重心理调节能力的培养。因为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保持冷静非常重要，哪怕是一瞬间的分心，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已经很有名气的艺人，还要这么辛苦地去做另一件事情。但在王一博看来，这只是因为他真的很热爱这些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想做好每一件事。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要做到却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充满诱惑与压力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初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也许你会问，那他这样做值得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他不仅收获了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当人们看到王一博站在领奖台上接受荣誉那一刻的笑容时，没有人再去质疑他的动机或者能力。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真正付出过汗水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梦想。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全力以赴，不要轻易就说放弃。再比如，要学会控制情绪，在面对困难时不退缩、不逃跑。还有就是要勇于走出舒适区，敢于迎接未知的挑战。这些都是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的宝贵经验。未来他还会有哪些新的尝试呢？没有人能够预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保持着这份执着与勇气，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也应该向他学习那种永不言败的生活品质。毕竟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更好，那就更没有机会改变现状了。回想起来，王一博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年轻人成长为优秀人才的过程。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他更加幸运地拥有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而已。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比别人聪明多少，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天赋。相反，正是凭借着不间歇的努力，以及对待每一件事情认真负责的态度，才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所以说，如果你也有想要追求的梦想，平易一定要记住王一博给我们的启示，永远不要害怕匪懈，也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只要你肯定下定心，并且为之奋斗到底，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王一博用行动证明，奇迹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汗水堆积的必然。在这个快速的时代，能够像他一样始终坚守初心，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真的非常难得。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优秀的车手，更看到一种永不言败的生活态度。那么，在你眼里，王一博最打动你的特质是什么？你觉得他的下一个挑战领域会是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也被这份执着所感染，请一定要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和我们一起见证更多关于成长的故事。你敢相信吗？王一博，你还有什么不会的呀？一个曾经是唱跳偶像、主持综艺、演爆款剧的顶级流量明星，如今却在专业赛道上再次封王。2026年4月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屡战湿滑，难度爆表。85号赛车手王一博沉着领进，精准过弯，完美超车，最终力压众多职业车手，强势拿下 GT3 AM 组冠军。从 UNI 舞台上的主舞，到陈情令里的蓝忘机，再到如今的职业赛车手，28岁的王一博，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会的？大家好，我是黎春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全能长骑，看他如何从偶像一步步成为真正的赛道之王。王一博再夺 GT3 冠军，从唱跳偶像到职业赛车手，28岁全能封神。王一博，你还有什么不会的呀？2026年4月17日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王一博成功拿下 GT3 AM 组冠军。瞬间引爆网络热搜，相关话题阅读量短短几小时突破10亿，无论是娱乐圈还是专业赛车圈，都对他的成绩赞不绝口。1997年，王一博出生于河南洛阳，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道舞探父，怀揣着对舞台的热爱，他远赴韩国成为练习生。2014年10月15日，王一博以亚洲偶像团体 UNI 成人身份正式登场，担任组合主舞、面门以及 rap 担当。出道初期，他随组合征战海内外舞台，每一场表演都全力以赴，快速在娱乐圈崭露头角。2016年3月4日 ，UNI 凭借主打曲 EO 斩获美国 International K Music Awards 最佳编舞奖。这份国际奖项的认可，不仅是对组合音乐实力的肯定，更是对王一博舞蹈能力的直接认证，也让他在海外舞台积攒了不俗的人气。同年2016年4月，王一博迎来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式加入湖南卫视王牌综艺《天天上上》，成为天天兄弟常驻主持人。在天天上上的舞台上，他不断学习成长，锻炼临场反应能力，解锁主持技能，完成了从唱跳歌手到综艺主持的完美跨界。2016年8月，王一博正式踏足影视圈，领衔主演都市爱情喜剧《人间之味是清欢》，饰演桀骜不驯又内心纯粹的天才富二代翟之味，收获了观众的初步认可，也正式开启了演员这条道路。短短2年时间，王一博在唱跳、主持、影视3大领域同步发力。2017年，王一博凭借前期多领域的亮眼表现，斩获多项业内重磅新人奖项，一举拿下第17届minh月风云榜年度盛典偶像新势力奖、亚洲影响力盛典最佳新人演员奖、微博电视影响力盛典年度新锐艺人奖3大新人奖项尽收囊内。2018年，王一博迎来事业小高峰，受邀担任女团成长综艺《创造101》舞蹈导师。节目中，他亲自示范高难度舞蹈动作，从舞蹈编排、动作细节到舞台表情，都祭出专业指导。每一次舞台表演都堪称封神现场。真正让王一博跻身顶流令行的是2019年的2部爆款影视作品。
2019年6月，古装仙侠剧《陈情令》热播，王一博饰演清冷古傲、雅正端方、心怀大义的蓝忘机。该剧播出后火爆全网，播放量一路飙升，微博相关话题讨论量突破10亿。王一博凭借蓝忘机一角彻底爆红，国民度直线上升。同年2019年6月，电竞局力励志剧《陪你到世界之巅》上线，王一博饰演热血执着、永不言弃的电竞选手季向空，斩获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成功撕掉流量标签。除了影视舞蹈领域的爆发，王一博在2019年还完成了一次惊艳跨界，正式进军赛车领域，加入万里达雅马哈车队，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编号85。2019年8月，王一博首次征战亚洲公路锦标赛珠海站，在赛场上沉着领进，车技精湛，一举斩下 D 组新秀组双回合冠军、混合组全场顶2的优异成绩。2019年，只见王一博的全能爆发年，影视2部爆款，主流奖项加持，街舞现场封神，赛车首战夺冠，4大领域全面开花。爆红之后的王一博没有迷失在流量光环里，反而沉下心来，深耕每个领域，不断突破自我，带来更多优质作品和惊艳表现。2020年至2021年，王一博连续2季担任热门综艺《这就是街舞7队长》，再次展现出顶级的跳舞实力。作为街舞队长，他懂街舞、爱街舞，无论是 breaking、popping、locking 还是其他街舞风格，他都信手拈来，舞台创意十足，感染力拉满，带领战队一路披荆斩棘，贡献了无数封神舞台，单支视频播放量破亿。音乐领域，2022年12月，王一博个人单曲《我的世界守则》重磅上线，歌曲一经发布便登顶各大音乐榜单，销量节节攀升，2小时20分钟销量突破1000万张，彰显出超强的音乐实力与市场号召力。后续他也陆续推出多首个人单曲，每一首都极具个人风格，收获不俗成绩。影视领域，王一博不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实现演技全面升级。2021年，王一博参演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饰演革命先烈蒋先云。褪去偶像光环，他一身正气，眼神坚定有力，把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与热血演绎得荡气回肠。突破性的演技获得主流媒体与观众的一致好评，成功实现主流作品的精彩转型，展现出青年演员的责任与担当。2022年8月，刑侦涉案剧《冰与火》播出，王一博颠覆以往形象，饰演热血果敢、隐忍坚定的卧底警察陈宇。赛车领域，王一博也从未停下脚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坚持训练，不断提升车技，多次参加专业摩托车赛事，凭借稳定的发挥与精湛技术，斩获多项赛事荣誉。2023年开始，王一博迎来事业全面爆发期，影视、赛车、时尚3大领域同步登顶，拿下无数硬核成绩，全能实力达到新高度。影视方面，王一博全力进军大荧幕，带来多部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电影作品，实现演技与奖项的双重突破。2023年1月，电影《无名》上映，王一博饰演复杂神秘、隐忍狠厉的叶先生。凭借这个角色，他成功提名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第17届 Asian Film Awards 最佳新演员奖。演技获得专业电影奖项的认可，成功在电影圈站稳跟脚。2022年4月，空军题材电影《长空之王》上映，王一博饰演怀揣蓝天梦想、不畏艰险的试飞员雷雨。影片票房大卖，斩获超高口碑，王一博也凭借此角拿下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媒体达奖最受媒体关注男主角奖。只是新式生财理解颜悦，企图与味苏吞。2023年7月，街舞题材电影热烈上映，王一博饰演热爱街舞、永不言弃的少年陈硕。
该片票房突破11亿，成为暑期档口碑爆款。王一博更是凭借精彩演绎斩获第18届长春电影奖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同时提名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成为95后首位金鸡华表双提名男演员，影视事业彻底登顶。除此之外，他主演的古装剧《风起洛阳》也收获超高热度，饰演的智商超群、外冷内热的百里弘毅再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电视剧与电影双栖发展，成绩斐然。赛车领域，王一博实现重大突破，从摩托车赛事正式进阶 GT3 超跑赛事，开启全新赛场征程。更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9月，王一博成功获得国际链旗 FIA 认证的国际 D 级赛车执照，成为内地娱乐圈首位持有这个执照的艺人。赛车实力获得国际官方权威认证，彻底打破明星玩票的偏见，成为赛车圈公认的实力职业车手。时尚领域，王一博同样登顶内娱冰封。凭借超强时尚表现力与顶级国民度，成功拿下香奈儿、开云、LVMH 3大奢侈品全球代言人，横跨3大国际顶奢集团。同时，王一博始终坚守正能量，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云和国气候代表身份出席全球会议，参与冰川科草、公益助学、环保宣传等多项公益活动，用自身影响力传递正能量。时间来到2026年，王一博的全能之路依旧在不断突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4月的 China GT 上海站预战，赛道湿滑，难度正增，对车手的车技、心态都是极大的考验。王一博沉着迎战，精准把控车技节奏，完美完成每一次超车过弯，最终力压众多专业车手，再次夺得 GT3 AM 组冠军，续写赛场传奇。同时，他主演的电视剧《追轰者》全球热播，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效播放量突破24亿，海外爱人齐爆棚。个人主演奖片《探索心境》斩获美国泰里特金奖，这一纪录片界的奥斯卡奖项再次让他的影响力走出国门。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没有天花板，只有不断突破的自己。无论是在舞台、荧幕还是赛场上，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纯粹的热爱和专业态度，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也被这个全能男孩圈粉了，请立刻点赞支持他，转发影片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的是，订阅频道加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继续陪伴王一博，见证他下一个传奇时刻。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不见不散。你敢相信吗？王一博去年整整10个月几乎没在荧幕露面，可他一复出，5个亿的代言合同直接砸了过来。而他带火的不只是饭圈，还有整个中国赛车圈。比亚迪这样的国产巨头，甚至狂砸数亿也要杀入赛车场。表面看是明星跨界玩赛车，背后却是一场顶流车企和欧洲老牌车队之间的资本暗战。周冠宇征战 F1 靠实力，王一博在 China GT 却能让看台一票难求，机场瞬间被绿色应援符淹没。赛车到底是纯粹的竞技，还是最赚钱的牌照生意？王一博究竟是流量工具人，还是真正重塑中国赛车生态的引路人？大家好，我是黎春正，今天我们来揭秘这场隐藏在赛道轰鸣背后的资本局。王一博带火赛车圈，比亚迪狂砸数亿也要玩赛车，揭秘牌照生意。王一博去年有整整10个月没怎么在荧幕露面，但他一开张5个亿的代言合同就砸了过来。如果你以为这只是饭圈的狂欢，那就太小看这场赛车背后的资本暗战了。现在的中国赛车场早已不是发动机轰鸣的纯粹竞技场，而是一场由顶流明星、国产巨头和欧洲老牌车队共同编织的资本局。王一博比周冠宇更让车企狂欢吗？在赛车圈，技术含量程和商业价值往往是两码事。
AI 曾给出一个刻薄但真实的评价。周冠宇像赛车界的易建联，闯入 F1是实力使然，而王一博在 China GT 的水平更像是 CBA 低水平球队里的优秀选手。但事实是，王一博去年的商业价值是王嘉尔的2倍，谷爱凌的4倍。当他在赛场上换上那套绿色应援服时，深圳机场、上海赛道瞬间被粉丝经济地震式淹没。对于赞助商而言，赛车手开得好不好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带来流量。韩寒用电影把赛车常识带给大众，王一博则用流量让原本冷清的看台一票难求。这种降维打击式的商业逻辑正在重塑中国赛车的底色。赛车不仅是运动，更是一场极致的娱乐秀。如果你觉得赛车只是单纯的烧钱，那你还没看懂它的牌照生意逻辑。F1 之所以值钱，不是因为规则好玩，而是因为它只有10或11个席位。它是一种垄断的牌照生意。即使你在纳斯卡赛场常年垫底，只要赛事整体商业化够强，哪怕是最后一名，也能分到数千万人民币的利润分成。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车企开始疯狂砸钱。赛车场是最好的技术实验室和品牌溢价场。以往这个圈子被欧洲合资品牌垄断，但随着合资车在国内销量下滑，他们的投入意愿已经降至冰点，甚至出现了蔚来在2019年因经营问题无奈卖掉首个 F1 冠军车队的尴尬局面。现在的局势是，像比亚迪这样的国产巨头正试图通过重金投入打破欧洲团队的漫天要价。以前中国车企想去纽博格林刷圈，找个欧洲团队就会被当成肥羊，对方甚至会高冷地回一句：“我们不对游客开放。”现在，中国资本正在构建自己的工程师梯队，试图通过产业链的自主化，省掉那笔重折过亿的智商税。钱能买到牌照，却买不到顶级的车手基因。中国赛车界的现实极其残酷，从卡丁车到方程式，淘汰率高达90%以上。很多人半途而废，表面看是没预算，深层看是认知的缺失。冠军车手叶红丽揭露了一个扎心的真相：很多有天赋的中国孩子是被家长耽误的。在欧洲，家长看重的是孩子的专注力和自律，但在中国，很多家长在赛场上只要看到孩子没拿第一，下来就是一个耳光。这种高压下的唯第一论，让无数天才少年对赛车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最后宁愿天天打游戏，也不愿再碰方向盘。对比之下，欧洲的赛车文化有着几代的血脉积累，他们的车手往往体脂率极低，眼神坚毅如抗战将领，那是长期处于极端刺激下的生理重塑。这种软实力的差距，不是靠砸几个5亿合同就能瞬间填平的。中国赛车正经历一次美式化洗礼。自从美国自由媒体集团收购 F1 后，这项运动就被彻底包装成了 NFL 式的体育秀。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需要每一个车手都长成勒克莱尔这样的硬帅模板，也不需要每一个明星都非要好出职业成绩。我们需要的是像 Laurie 这样，哪怕家庭条件一般，也能凭借一次倾家荡产的孤注一掷逆袭成功。赛车的终极意义是倒逼中国汽车工程能力的进化。当国产车企不再依赖曼泰这种欧洲顶级团队服务，而是能自己培养出顶级工程师时，中国赛车的溢价时代才真正到来。王一博是引路人，比亚迪是重装骑兵，而真正能让中国赛车站稳脚跟的，是那群不再被家长扇耳光的，能在模拟器上练出肌肉记忆的新一代年轻人。
王一博用流量点燃了赛车圈，比亚迪用重金试图打破欧洲垄断，而中国赛车的真正欲来，取决于新一代年轻人能否摆脱唯第一论的压力，在赛道上自由奔跑。赛车从来不只是烧钱，它是技术实验室，更是品牌溢价的战场。当国产车企不再交智商税，当我们培养出更多有天赋且被尊重的车手，中国汽车工业的溢价时代才会真正到来。如果你也对赛车背后的资本故事、明星跨界和产业升级感兴趣，请立刻点赞，支持更深入的分析，转发给朋友，一起看懂这场资本局。最重要的是，订阅本频道，报打开小铃铛。我黎春正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硬核解读，下期不见不散。感谢观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认为王一博对赛车圈的贡献更大，还是技术车手更重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